2025年2月11日，我们在贵州黔东南的雷山县自驾时，偶然在当地的景区雷公山区域内发现了一大片雾凇奇景，这是一份巨大的惊喜。按照原本的旅行计划，我们是要到雷山县去探访几个相对冷门的苗寨。就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发现远方的山顶居然是白色的，当时还以为是山顶的积雪。但按着路线一路往前开，走到近前之后，才发现这山间的白色并非雪景，而是难得一见的雾凇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以为只有中国的东北会有雾凇，而且我还没亲眼看见过，只看过照片。这一次我才知道，原来在祖国大西南的深山里也有这样的奇景。而同样见到本次奇景的同行人，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刚才我们在自驾的路上就看到有好多树上挂了这种冰晶啊，然后刚才一直没有机会停，因为这毕竟是道路嘛，两边没有停车场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贵州雷山的雷公山景区啊。看现在我们这个背景，现在全都是雾凇啊，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，哇，很震撼。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看一看。大红色的口红，大红色的衣服，配雪白的场景，和这个雪很配哦。一定要够红。好。我现在在一片梨花园里，是吧？假装是在梨花园。就有一种修仙的场景，然后那片就是梨花。我在吸灵气。吸了那么多，能起到什么作用吗？寒气。好冷啊！现在我的手都要冻僵了。这块风景好是真好，哎，太阳怎么没了？我感觉我在春天一样，虽然它很冷，但是真的很美。所以说，美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。千树万树梨花开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。以前只是看诗嘛，这次总算是看到实景了。你看，这叫是什么呀？这叫冰雪下裹着的是春天。你看，它那个芽尖都已经冒出来了。对，而且我相信，等化之后，它还是能够发出芽的。你看这里，它已经出来了。对，外面那是红色小尖是芽吗？每个枝头尽头的红色小尖像是芽。它总不该是花。看这些已经开始了。是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刚刚离开雷山的乌东苗寨，正准备去下一站阁头苗寨，但我们在途中却看到了山路的旁边有大片大片的雾凇奇景。再往前开了一段之后，我们居然发现了一片宽阔的可以停车的地方，它的附近就是雷公山景区的石碑，背面则写着绿水青山、金山银山。有好多自驾的人都在附近停下了车，然后拍照打卡。至于我们两个人在这边前后差不多得待了2个多小时，到最后别人都开车走了，现场就剩下我们2个人了。在这个时候，现场除了雾凇融化滴水的声音之外，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。突然就想在这儿久久地坐下去，不想再去遥远的下一站，也不想考虑生活里的那团乱麻，甚至连句话都不想说，只想放空大脑，在这安安静静的享受这短暂的清静时光。这种体验很有一种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的感觉。你听这里边的声音，听到了没有？沙沙的声音，是这些冰在融化。这个雾凇是由雾气凝结而成的。贵州这个地方的雾气非常非常多。头几天我们去的那个高坡云顶苗寨啊，本来是应该拍视频的，但是到那之后，我们看村子里全是雾气，基本上你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我们连路途都找不着，最后只能放弃掉了。对，这个雾在贵州实在是太正常了。就是我们贵州，首先它是山特别多，就全国啊，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，128万座大山，所以全是山的话，山间云雾缭绕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对，所以说就感觉来贵州这几天被雾气耽误了很多很多的拍摄计划啊。这就是之前我们运气不好的一面，现在是我们运气好的一面，赶上了雾凇。
不过贵州雾也有好的地方，就是你会发现这些雾气搭配那些古村落呀、苗寨呀，就有很有那种隐士的感觉。是，就有那种，是确实有那种感觉。对，其实你要大晴天它有它的美，但是起雾天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。你会发现，哎，我又觉得自己一个人的那种感觉，就在休闲。最好是有一点雾气，然后不要太重，不要耽误我们飞无人机，那是最好的。对，然后又既能拍出那种隐士的休闲感，然后又能够展示出这个建筑的整体格局来，那样是最好的。不过贵州最好的月份，我个人感觉你是2月份不是一个好月份。现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景色，其实纯属于幸运，真的很幸运，纯粹是踩上那个运气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还不是很绿。贵州这个点2月份还是挺冷的，大家要来的话，像3、4月份就开始花开了，然后5、6、7、8月份这些都是比较合适的。然后最冷的时候应该是2月初，也就是现在。刚才我们猜测了一下，觉得这个地方平时本来应该就是一个观景台，因为从这个位置可以看见远远近近的群山啊。只不过这一次增加了雾凇，所以说我们就能够多看到一种景色了。然后刚才从这拍照打卡的人也很多。来贵州的这一天就感觉这边的雾气特别多啊。头几天我们去的苗寨基本上都没法航拍，整个村子都被雾气笼罩了，无人机升起来什么都看不见啊，只能怎么升的怎么收回来。然后在山里边，如果说这个温度骤然降低的话，估计那些个雾气就会凝结成为雾凇，就是这个的来源。我们离近了看一看，不知道这能不能聚焦的好。看，它是里边是透明的冰晶，外边是一些个发白的冰晶啊，然后碰一碰，看碰一碰它就掉了。它这个外层是比较脆弱的，应该是从里往外结冰嘛，对吧？先是在贴近树的位置，这些个水汽结上冰，然后在外层一点一点的凝结。哎，你闭着眼在这干嘛呢？你听，我现在真的可以听到那个冰掉落的声音。有一种春天的生机，滴答滴答滴答。是，你真的可以来听一听啊！真的，我觉得我能听一天晚上。这种休闲的感觉真的是平时太难得到了。我把它叫修仙。好吧，你说是修仙，我说是休闲。不知道我现在下半身是怎么了？对，怎么趴着的？你可以以这个形象从电视机里爬出来。哎呦，哎呀，嘿，嘿。现在我让南希搞一个延时摄影啊，因为我们在这待着的时候，能看到太阳照在这些个冰块上边，然后它能噼里啪啦往下融化啊。看看我们能不能用手机观察到这些。雾凇看起来又像冰又像雪，实际上它既不是冰也不是雪，而是温度过低的水雾触碰到了其他的低温固体，最终形成的霜便是雾凇。雾凇形成的条件是很苛刻的，不仅要求有很低的气温，还需要有充分的水汽。而在贵州的深山间，向来不缺雨不缺雾，水汽肯定是足足的。而2月份的贵州天气是真的冷，山里边就更冷了，所以在某个寒冷的夜晚，这山谷里的雾气就都凝结到了树枝上，从而造就了眼前的奇景。眼下的雾凇几乎没怎么融化，所以它周围的温度可想而知。在这边拍了这么久，手都已经麻木了，但当时硬是没觉得冷，直到上了车奔赴下一站的时候，才感觉被冻得不行的。不由得感慨，这样的一次邂逅真的是机缘巧现编织的宿命。像雾凇这样的特殊景色，单看天气预报是看不出来的，只有在正确的时候来到正确的地方，才会发现这山谷里的几万棵绿树已经变成了玉树琼枝。可能是雷公山的雷公打翻了他的饮酒坛，才把这逐渐绽放出新绿的山谷重新染成了银装素裹的颜色。所以每个有缘见到他的人都在试图用手机、相机、无人机去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。每一个美好的邂逅瞬间都可以在赛博世界里被转化成为永恒的回忆。不久之后，这绝美的景色也将在真正的春天里消逝。当太阳逐渐升起，温度逐渐上升之后，冰晶便会逐渐融化成水，从树梢坠落。曾被冰晶封印的树枝也会绽放出原本的绿色，用不了多久，它便会彻底消失，就如同它从未来过一般。
当最后一片冰晶在春季消融之后，那些被阳光蒸腾的雾凇便会升腾而上，在更高的高空中重新集结，等待为下一个有缘人降下银装素裹的刹那永恒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订阅加小铃铛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